知我讲到遐，你有当讲者，我就较讲袂我那个，我讲到我特别，哎呀，讲无意思，哎。那个陈小姐的名字，你的全名，那如果方便讲一下年纪也可以哦。可以呀、陈玉钗，我是39年，今年75岁，对，75岁。我65开始做，快50年，47也48。夏天我那个时候就是5月，我本来是5月1号要出去做生意。结果没有车子还没做好，5月2号才出去做。做那个时候我是，用我南部的水果盘呢，番茄切了哈，姜啦、酱油膏啊、糖，我那个，可是北部不喜欢，可是我做1个礼拜我就收摊了，我就改到后面这个臭豆腐是这样。我也买过衣服啊，我们是路边摊嘛，就是做越简单越好。是臭豆腐最简单，就是货叫来，洗一洗，就可以。然后油锅。对，上油锅了，是这样最简单。首先是我先做，因为家里还有那个时候还没有小朋友。我做臭豆腐的时候还没有小朋友，因为我先是做旗袍，跟做西装的，那个时候好像慢慢没落了，就我说那个时候好像冬天吧，他生意也好，衣服做不出来我生意也好，那个夏天2个人都生意就比较差。那我说，那你跟表哥说，那你做到今年为止就不要做了，我们2个一起顾一起扶这个摊子。他说，他跟表哥说看，之前还是我公公，我先生还在做服装的时候，就是做旗袍的时候，我堂哥跟我公公都来帮忙。是帮忙后来公公那个我先生工作辞掉，就回来，大哥跟那个公公就退休了。以前是老兵以前的都是老兵在做臭豆腐，都卖臭豆腐的，一家炸，整条街好臭啊！我就是拿他的，他自己做，自己卖。后来老兵年纪也大，退休，退休我就换家了，就换我侄女也是在做臭豆腐。侄女？我侄女，我姐姐的女儿。OK。对，以前我刚出来的时候40几年，47、8年，那个时候警察会赶。中间不能排，中间不能只有旁边，旁边就是要这个线里面，这样。后来好像议员吧，人家都去申诉说就是让他排久了就习惯了。那这样子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发生？会啊，就是环保局一直来呀，那我就配合环保局做进店的我旁边那一台车子后来才做我做的话，我就是我说好啊，你们一直检举，我就是要做最好的，就是做专利的那个进店的，做好了也有检举3、4次，人家说，我说他就是环保局叫我拿单给他，小松豆呢，人家这是专利的，后来就没事了。
个人做个人的，我先生是负责泡菜，做泡菜，啊，我就负责迪化街办货，这就是这样，啊，来的差不多3点左右，看天气啦，天气夏天的话就3点半出来的话就是这样做到。以前我比较早收了，现在我先生都叫我不是，都叫我生意太好，他叫我早一点收。我说生意好就早点收，叫我10点半就收摊，我说不要，我好像照以前这样12点收。啊，他说他年纪大了。是我们该退休的时候，不是在努力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不能接受啊。他说推车摊，我说那你就不要推，我就拜托朋友帮我推。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很简单，就是一天2趟嘛。3点多一趟啊，差不多1点多一趟。12点以后，有客人我也会接，就是那个时段，就是12点以后就叫他用包的，我洗东西差不多1个半小时，就是这样，应该有8、9时。白天我准备比较少，这个都人家送到冰箱，我从冰箱拿出来就可以做了，是这样。所有的品项有哪一些品项？有大肠面线，还有萝卜糕、大肠煎、臭豆腐4样。口味其实口味也就是酱油啦，就是功夫是还是油锅那里的，所以是控制油温的功夫，还有好的酱油。对。那小孩有学到吗？应该小孩子酱油是有。因为酱油就是我堂兄的结拜兄那边拿的，那个人家说你酱油哪里拿，我说我不知道，我老公拿的，我不知道，就是这样。那个油温就是要自己控制的，习惯。那个客人比较多的话，豆腐要丢多一点，就是火要大一点。如果客人少一点，油温就火要关小一点，就是这么简单啦。有时候你不理他，就是焦了，是这样。油锅的油温这么高，有没有会受伤啊？然后不小心会喷溅到啊？会啊，这个都是啊。看起来是最近的，这个差不多2个月这个是1个礼拜这个是前天的。1个礼拜最少也要2次碰到，大小几乎天天都有对，每天都会发生。大小因为有豆腐放下去，但油就喷起来了，还要快闪，没闪到就是有时候炸的时候，这个人也是这样，喷到脸上。对呀。这个眼睛，这里也是。疫情的时候，我休4个半月，第2次我没休，生意照做，还好，生意还不错。4个半月，跟客人一直打电话，你什么时候出来？什么时候？我说快了啦，就休息4个半月，看大家都差不多有人出来，我就好啊。这样，那我刚疫情的时候很紧张，我还是在做，可是公所的人坐在我那里，坐在我桌上那边椅子那边，他说不能做啦，用包的啦，叫他带回去。我说我这个带回去不好吃，还是这边比较好吃。现做比较好吃，那他说这样不行啦，会感染怎样？那我说那我这里
会队欠我你，我就休息吧。会队的时候，我剩的东西要卖完啦、结果他坐在那边，根本都客人都不敢进来，也不敢买呀、那个时候是这样，真的也不能客人也不想买，生意就是一落千丈。卫生所的人来，好像是卫生所的公所，我不知道，他就是说，你不能做，你要做的话，就是要外带。OK。外带不能在这边吃。我说好，我说那你等我那个好几样东西卖清空一下嘛，清一下嘛。他说。我说，一天这样出来做，没有多少客人也不行呢。那干脆好了，就放在冰箱，看什么时候可以卖，就是到时候出来的那东西都扔掉了啊。每天这样子工作，然后又很辛苦，那把小孩拉拔长大现在回想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不觉得辛苦呢。我真的很有成就，还要顾小孩，从小没到大。不对，因为我讲起来就是我公公临时走了，我们那个刚好是结婚2-3年，其实经济还是不好，我公公走了就临时走了，就是我婆婆跟她朋友借6万。我跟我弟弟借6万，就帮，真的不容易。就帮公公办事，对呀，不容易的。那个时候，我跟我先生说，我们欠人家10几万。我们的自己的钱都已经用完了，就欠人家10几万。我说，那我们早上去卖鱼，晚上回来做臭豆腐。我先生说啊，那个时候真的很辛苦，是一天人家说睡2-3小时就是这样。还好那个小孩子都是我婆婆在照顾。我都推给他，那你照顾我，全心全意做生意，其实卖鱼好像我婆婆说没关系啊，那个6万块就是慢慢的还啦。他的好朋友他说慢慢的还啦，我说好啊，那就熬一下，还好啦，几个月就还完了啦。陈小姐是有几个小孩？我2个，一个女的，一个男的，是这样。他爸爸会叫他出来帮忙。那个时候是用洗碗、洗盘子，都叫他们小朋友洗，这样因为小朋友都喜欢玩嘛。因为我妹妹是在我对面海滩，他也有小朋友，我也有小朋友，几个凑在一起就牵着就出去玩了，完了忘记回来洗碗就被骂了。大概几岁的时候？被爸爸骂。几岁的时候？的10岁差不多好像到4年到差不多2年了，2年的时间啦。上5年级开始就没有来了。我说不用，你功课比较要紧。OK。女婿跟女儿真的跟儿子媳妇他们都很孝顺可是他个人有个人的有个家啦，我们也不能说叫他常常来帮忙。他说礼拜6、礼拜天我来帮忙，我说可以。可是儿子嘛，还会平常下班的话会拐过来帮忙一下，再回去这样。是，有时候来会就说那你去休息一下，我帮你这样可是客人多，我不行啦，
因为我怕他烫到。啊，我怕他烫到。所以他们是周末会来帮忙，2个小孩。我女儿平常跟媳妇平常也会来。是，平常来了差不多1小时左右。OK。还是来，送小朋友去补习就是做一下就这样。OK。孙子2个都很聪明，我不晓得呢，就是礼拜六、礼拜天一定会回来吃饭。如果带去补习会经过我那边，就叫阿嬷拿东西给阿嬷，这个阿嬷晚上要吃哦，就是这样。哦，是。就是已经做了47、48年了，有没有对退休有什么想法？然后这个摊子会想要交给谁经营吗？我跟儿子说，因为我女性100%是不可能的，她薪水很高，我儿子薪水普通，可是我跟他说，他说不要，因为我赚的钱可以养3个人，我就可以了，不要。他说做你们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很忙。又不能出去玩，我们公司礼拜六、礼拜天休息，还有年假，你们都没有，过年又做得更累。他说不接，我说好，你们现在不接，我是帮你留着，你要接的话就跟我说。后来他现在想法，再过几年看他想法怎样。如果没有的话，我就是看有没有工作伙伴，就是合作，做，就是这样。老公早的退休了啦，他舍不得我再这么忙他又跑进来，又跳進來啊！南華居啊，應該是客人都說好，好吃哦。我從小孩媽媽帶我來吃。我現在結婚，我又帶我的小朋友，阿姨你還在這裡做啊？幾乎很多都是這樣說。我說阿姨做到不做哈，我會跟你們說，我也就會接棒給人家，我會教他做到好。我也會監督啦，監督說，比如我跟你合作，我也會監督啦，監督到看怎樣，是。就是这样，有见过3代、4代，是3代、4代还比较多，就是大的带小的，对，长大的带小的，还有带他妈妈一起来，他说这一家我从就是小的时候带你们来这边吃，我知道啊，他就有时候假日嘛，他们全家出来，这打做这久哎，都是安内啊，然后就是跟他打个招呼。继续这个臭豆腐的生意的精神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真的很不简单。真的，我不知道，我是喜欢做生意，我出去虽然是体力很累，可是我心情很好。可是老人家我更特别照顾他，就是这样。老人家如果3天没有来，我会问他。就是有一个先生也差不多70几岁，他几乎天天来报道。我说老板，你怎么这几天都没有看到？他说太热了，用吃冰的。我说这样，我说你吃冰也好，吃完了来我这边我看一下，你再回去，因为他也是住在附近。对，他说好，我会来。其实邻居啦，这长辈真的对我太好了，因为他说他都叫我阿梅，阿梅哦，
阿妹啊，咱有会啊啦，卖做甲好晚啦。其实我都12点收啦，其实洗的有的没有，都要洗到1点多了。他说我每次都精神起来时啊，窗仔门拍开，你还搁伫遐咧睡，你还搁伫遐咧睡。我讲我知影，我会改进安尼啦。其实洗无清气，洗不干净，我又放不下手。不洗的话。又不洗，就是每次他碰到我，好啦，卖做甲辛苦啦，我拢无啦，我嘛做甲足欢喜的啦。对面那个太太，她好像是90几岁啊，她就是这样跟我说，有一个是60年的，是我的顾客。他差不多4、5点，他走过去，阿妹啊，卖做伤忝，几乎啦，差不多拢了。我说不会啦，因为我会看时间，我会看时间休息，我不会说我睡饱了，要该办货我去办货，回来我不会说。这边聊天，那边聊天，不会，我不会聊天。说叫我聊天，我真的不会。工作对我好像蛮快乐嘞，我不知道呢。人家说我出戏约来做戏，真的我在三和夜市做得很开心。很棒的访问，谢谢陈小姐。谢谢啦，谢谢啦。